是吧？你这几天还一直在跑王大福的案子？哎，对。不是秋华一直在帮你跑吗？我请秋华帮个忙。找到了？还是师傅有先见之明，什么也没找到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帮人为了活命，什么招都能使得出来。还有3天了，赶快把辩护词写出来交给我，啊？呀，谢谢。哎，客气。5、6个小时，5、6个小时的空白，5、6个小时里什么都可能发生啊，这不就是合理怀疑吗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人？你自己还不知道你能不能活下来，还想着救别人？你是女侠吗？写吧，写完了交差。师姐，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这案子吧，我还是放不下。这王大福要是真撒谎，他怎么能编出这么多细节呢？所以我总觉得他不是编的，就这么放过去，我这真的不能死心。也不光是为了王大福吧，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家里那摊事儿，东窗事发，我这一屁股麻烦，手里也没有办出样的案子。就像我这样的律师，那以后哪个律所敢要我呀？师姐，就你看你能不能再陪我？你等一下啊。韩主任，我想跟您请个假出去一趟。去吧。好。哎，要不要用我的车啊？哦，不用，不用，谢谢您。秋华，你别开车了，坐我车吧。我哪有车啊？啊？你没车，那你这3天怎么去的呀？骑共享单车，坐公交车呀，跑一天不过也就几块钱。走，坐我车。哎呀，你这么远的路，你骑自行车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告诉你有什么用？大娘，哎，问你一下哈，这去年的7月份，有谁家娶过媳妇儿啊？这都1年多了，谁能记得住啊？现在的年轻人，哪有在村里都结婚的呀？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大爷，您有印象吗？没有。我去前面问问啊。您好，我跟您打听一下，去年7月份，咱村里有没有年轻人办过喜事儿？这现在农村都剩下我们这些老梆子了，哪还有年轻人呢？没有。谢谢您。没有。那要不这还有2个村子，咱再问问，要问不着我就死心了。那2个村子我都问过了，没有。哎，师姐，你饿不饿？咱先去吃中午饭吧。师姐，你来梁山所几年了？2年了。我以为你都毕业好几年了。是毕业好几年了。我之前不在咱们梁城所。我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野路子的律所里干了有1年吧。就是那种在法院门口发广告跟别人抢案源的小律所。抢案子，抢到了韩主任头上。他不但没跟我计较，还把我收编了。哼，那韩主任您挺有眼光的啊，对你还真好。哎，我一直都觉得你能力挺强的，特干练，比咱们所好多律师都强。这一行就不是我们这种贫苦出身的人干的。
那你就过谦了，你不正干着这行吗？而且你还干得挺好的。你以为律师这一行只有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就行了？当律师的得有资源，得能找到案子。再说了，你还不能寒酸，你得开好车，穿好衣服。见当事人请人家吃饭，你得买单吧？像我这种骑共享单车，我也就跟你说说还行。要真让当事人知道了，人家还不转头就跑啊？嗨，骑自行车怎么了？不就是一代步工具吗？喂，您好，我是罗英子啊。啊？什么？累了吧？哦，赶紧吃点东西吧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谢谢你啊。还真够快的。怎么？房产中介给我打来电话，不是说想卖一房子还债吗？说帮我找买主啊。那这我还俩村子没跑呢，我这怎么过去呀？真够烦的。罗英子，我突然有个新想法，那红白喜事咱们好像把白事给忘了，是吧？那一般老人出殡都应该请古月班子呀。哟姐，你可真够聪明的，等着啊。哎，您好，那个我出发了，啊，但是这边好像堵车了，这过去怎么也得有2个小时，您能让那个买家等会儿我吗？我尽快就到啊，我尽快。行了，咱赶紧吃，吃完了我跟你一块儿去找。你那边要着急你就先去，一会儿我自己去查就行。没事儿，好饭不怕晚，让他等会儿吧。罗英子，你心真够大的。哎，老板，您帮我买2碗面多少钱？哎，大爷，问您个事儿，您这村子啊，去年7月份有没有谁家是办过白事儿的呀？没有。奇了怪了，你说难道真就有人闲得没事儿干，跑野外吹段唢呐？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根本没有人吹唢呐，是王大夫编的。可我的直觉是，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。咱们要不要再跑个村子，再找找？行。韩主任，哎，韩主任，罗英子，哎，韩主任，你又哪儿疯去了？当初我怎么交代你的？啊，赶快回来，把辩护词写好交给我。好，韩主任，我这现在回不去啊，我那些事实还没调查清楚呢。查什么查？根本没有的事，你到哪儿去查？马上回来。法院的案子要是打不好，你想害我被律协训诫呀？不是，韩主任，您听我解释啊。哎呀，马上回来。韩主任，您听我说。2个小时内必须回来啊！什么？韩主任，您是想阻碍我调查事实是吗？那就算是律协不训诫，那我也会举报您，说您对法院不负责任。我告诉您啊，我现在回不去，您自己看着办。罗英子，你脾气可真够冲的啊！你居然敢这么跟韩主任说话，部里都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。嗨，我也是一时没忍住，不是，主要他说那话跟训孙子似的，无所谓，反正我也不是靠他吃饭，咱走吧。大爷，您说您老伴儿是去年去世的？对啊，去年7月中旬。哦，那您这个当时请过古乐班子吗？请过呀。里面有没有吹唢呐的？有啊，吹得还挺好。那个吹唢呐那人是你们这村的吗？不是，是隔壁村的，附近都认识他，他吹得特别好。怎么称呼呀？这人？谁呀？哎，您好。啊，来了。哎，您好。哎，您是那个古乐班子的那个领头人，叫梁师傅，是您吗？是啊。可找到您了，梁师傅，我们是那个。那天出完殡啊，主家请吃饭，吃完饭估摸着得3点多，
那个从大王庄到你们这村儿，这中间不是经过一座小山吗？那山上有果园，当时你们走过山底下那条道吗？当然得走那条道了。走到这个山下的时候，大概是几点钟？您还记得吗3点多钟从大王庄过来，到那儿估摸着也得4点多，4点多点。您走到这山下的时候，有没有吹过唢呐呀？这你咋知道的？那就是说您吹过。那怎么着？咱们来一段，来一段。哎，你还记得当时吹的是什么曲子吗？错别字连篇。对不起，怎么实习的？我实习的时候写的东西比你强多了，赶快重写。小王，干什么去了？你和陆英子疯了是吧？我现在管不了你们了，你们俩另谋高就。韩主任，您先消消气儿，我们找到了。找到什么了？找到了。王大福没杀人，他不可能杀人，他那个时候在郊外，离他租住的房子有几十公里呢。他说的唢呐和翻斗车我们都找到了。邮局证人刘某证实，案发当日，那天他正参加完邻村的一个葬礼回来时由于主家多给了点钱，他还用唢呐吹了一首，就是我的当事人听到的那首歌《抬花轿》。当时是下午4点多，2个证人都可以证明我的当事人王大福在案发当时根本没有时间，也绝无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。通过对证人证言的分析，发现秦爱莲被杀时，具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王大福有不在场证据。综上所述，在案发时间，他人在60公里以外，没有条件实施本案所指控的杀人行为，因此，王大福无罪。恳望法庭查清事实真相，还被告人王大福以清白。感谢审判长、审判员。辩护人律师韩之通，实习律师邱华。好的，姐。鉴于案情重大，本庭允许证人出庭作证。麻烦了。证人，去年的某一天，你说在路边修车碰到了被告，你们素昧平生，也从来没有见过。1年前和陌生人说了几句话，你就牢牢记住了时间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其实时间我也没有记得那么牢，恰巧那天我那个车啊出了点毛病，我在外边修车耽误了将近2个小时，回去我得说明情况，就在出勤簿上记了一下，这日期就是在出勤簿上查到的，不会错。那你们聊了有多久？没多久，当时我在车底下修车，哎，师傅，帮个忙呗，帮我递一下那边那个扳手。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，谢谢啊。后来我从车底下钻出来，我们就换了一根烟抽，也就是1根烟的功夫。在1年前，你和陌生人聊了1根烟的功夫，你就敢肯定就是坐在被告席上这个人吗？你对自己的记忆力就这么肯定吗？他脸上的这个地方啊，长了一个痦子，我记得很清楚。而且他这人说话挺逗的。大哥，您这脸上是咋回事啊？这是谁挠的啊？啊，我这是纹身没纹好。您这还挺逗的。当时他给我打火点烟的时候啊，用的是左手。我记得他左手这个大拇指啊是个灰指甲，就因为这个我都不想接他给我递的那个烟。你看看他那个左手
是不是回追家？如果是回追家，那肯定就是他了。审判长，鉴于本案件出现新的证据，需要补充侦查，建议暂时休庭。鉴于本案出现的重大变化，本庭暂时休庭。休庭。薛律师，这啥意思？他们是说我妹子不是他杀的呀？现在呢是休庭，这个案子没判完呢啊。那咋和当初你们俩说的不一样了呢？是啊。说你们俩先回去，我带陈律师见法官去，好吧？哎，薛律师，那一定给法官讲，我妹子不能白死呀！一定啊，大嫂，放心啊。拜托了。哎呀，一定。下回开庭，王大福一定被判无罪。这两口子你怎么交代？判无罪，一审代理就结束了，这2万块钱挣得容易吗？咱还剩1.4万，你2成2800，完了我给你。好嘞。哎，我说大哥啊，你只会加减乘除啊？现在是凶手没了，这民事赔偿部分也没要回来，你再让两口子折2万块钱，他们能善罢甘休吗？该做的我都做了，你也来站台了，别的我不管。你觉得他们懂什么是契约精神吗？他不懂我懂啊，服务了钱就不退。真行。今日备受社会关注的王大福故意杀人案，于金北市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。被告人王大福的律师当庭提交了案发事件。罗实习律师，祝贺，你真的是很厉害。祝贺什么呀？要不是我们找到了不在场证据，你现在正忙着数钱呢吧？听说你想要50万哈？50万你能挣多少啊？挣带血钱，你良心不会痛啊？你这是功劳被人抢走了，拿我撒气呢是吗？哎，我也有损失啊，我还没跟你要呢。你有什么损失？我有什么损失啊？今天这案子应该结案吧？没结，我就得多来好几趟，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，这就是损失。快一边待着去吧啊！我不想跟钱串子说话，嫌恶心。可是你穿的这么得体，说话这么不文明啊！有恶气朝你师傅韩之通去撒。走了，老薛。韩律师，对于本案的前提，你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我的当事人有无可辩驳的、不容置疑的不在现场证据。韩律师，听说这是一个法援案，您为了一个法援案下了这么大的功夫。是的，这是一个法律援助案，也就是说我是免费代理的。沽名钓誉，越俎代庖，还真好意思。第一，我没沽名钓誉，论起对这个案子的贡献，我比你大。第二是韩主任叫我来的，我不得不来。他让我变更代理人的时候，我给你打过电话，可你没接，你可以看看你的手机。至于你怎么想，随你便吧。对不起，师姐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没关系。我开车了，捎你一段。不用，我骑共享单车。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不是想怎么样，就是，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他顶多也就是走个过场就走完了。人家现在王大福没准就已经判死刑了，可到了出庭的时候，他就瞒着我，把我撂一边了。你说这做人怎么能这么无耻呢？他，你现在还是一个实习律师，还没有资格单独出庭的。从程序上来说，他这么做没有什么错啊。你还想怎么样？你当时内外交困，还坚持要查这个案子，你为了什么？为了今天能出名吗？任老师，我也不怕你骂我啊，我还就真有点那意思。我越是内外交困的时候吧，我就越想找一个好案子能证明我自己，我就是这么自私。可是结果呢，这名儿还没让我出城，那我就恼了。唉，心存杂念，这律师啊干不大。我呀，
我现在能转职业就不错了。